我之前不是说我妹妹在小红书上看你男朋友每个月给你多少钱被毒害了吗？没想到我发出来之后有这么多的人有同样的感觉哈。然后呢，我就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本身我是对这件事没有任何兴趣的，就是感觉大家对这个事儿都感兴趣，我就深入的了解一下。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平台，没下载就因为这件事我还特意下载了一个就是看完之后就绝对会让你陷入到一种虚无的当中，只要你敢看感觉整个人，我看完之后的感觉就是感觉整个人都不能踏踏实实的去做事情了，就是全是各种各样的装逼，没有其他的感觉，我没有文化，我只能用这个来形容，对吧？全是各式各样的这个装逼。而且我特别关注的是什么这个倒另说，我特别关注的是那个追觅的董事长于浩。就他在5月26号的时候27、28这几天嘛，就连续三条这个微博去炮轰这个小红书，说这个小红书是一个非常非常烂的一个平台后面呢好像就是还不解气，然后又连发了5条我自己感觉他有点失控的这个意思了沾点这个边儿。后面这个事情是怎么解决的呢？我没有深看，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人我知道被解决了3个月具体被什么事解决的，那咱也不太清楚，不敢聊。好吧，这个其实不用过度的去纠结。我今天说的话跟之前一样，我继续用我爷我奶都能听懂的这个大白话，把这个事情它的内情到底它的关注程度在哪里，我给大家讲清楚。其实你看追觅的这个董事长相信大家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干啥的，对吧？因为他这个人做事情的性格和风格就是相对于就说自己的问题吧，就性格的问题吧，大家都不太愿意去关注这个人但是我就顺着这个于浩他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对吧？怎么能让什么事情能让一个这么大企业的一个董事长他能够发这么大样的火再有什么天大的事应该也不太至于吧，对吧？但是我了解完之后我感觉挺治愈的我太能了解他了。我先给你讲一个非常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情吧，好吧，也是一个新闻，就是有一对夫妻然后怀孕了几个月了，然后呢领着媳妇儿去医院去查一查，因为最近的睡眠不好，完事呢就去看了，然后走的时候那个主治的医生拿着那个单子就看了一眼，没有开任何的药物，也没有开任何的东西，也没有说话，就用一种特别严肃的语气然后说了开了一个处方。怎么说呢？说从你走出这扇门开始到你生完孩子1年之内，把你手机上那个红色种草的软件给我彻底卸载了这个新闻大家应该都看过挺震惊的说实在的，我之前没有关注过这种事情他那个医生说你一次都不准看，那人家夫妻肯定是懵的呀，人家是来查一查身体的，对吧？你哪有这样给人看病的医院呀结果是让人家删掉这个软件的，对吧？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当我看到这儿了解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于浩他讲的话的含金量到底有多么高了我相信你也能够清楚，对吧？其实很多人他是不了解这个追觅的追觅是干啥的？是造这个电吹风的，就是扫地机器人的，干这行的创始人就叫于浩清华的本硕博连读，对吧？全程都是保送的。偶像是谁是马斯克全球首富马斯克。那于浩这个人他是一个狂人我了解完之后，就这几年还要去造那个手机，还要去造车，对吧？那他为什么说这个小红书为什么说它烂呢就说了3点。就第一个就是价值观的导向它是烂的，就第二个就是盈利模式有毒的，第三个就是就是它挑动了人性的阴暗面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说你小红书靠这种的东西来拉流量赚钱，那就是在作恶，这是他的原话，你们可以去微博看一看对吧？那医生为什么就是说让这个孕妇去删掉这个软件呢？他说这个医生这样说的，他说他接诊了这么多年，他发现所有的孕妇产前的焦虑和产后的抑郁10个里面这样的产妇里边至少有7、8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天躲在家里刷那个红色的软件都超过了2、3个小时以上这不是巧合就我查完这些资料之后其实我自己就笑了。就是一个非常简单问题，你想一想现实当中一个普通的女孩怀孕是怎么样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自己不知道问问父母也应该知道，对吧？身体浮肿这不都正常吗？天天夜里老想上厕所睡不着觉，翻过来调过去的
啊，然后天天为了这个未出生的孩子这个奶粉钱可能发愁，这都是一个正常现象的生活啊，每个人躲不了的。但是呢，你在平台上刷到的是什么？我一搜真的是我三观都被震裂了哈！我亲自刷的哈，我没有听，我亲自刷的。就第一条我记得非常清楚哈，95后二胎宝妈挺着大肚子照样能够年入100万。就还有第二个神仙婆婆得知我怀孕之后，二话不说送我大平层加保姆车。第三个它就更离谱了哈，产后15天练出马甲线，就视频里边的那个人，他的肚子上一点赘肉都没有，根本就不像怀过孕的，他的妆容非常的精致，头发呢更是一丝不乱，就跟那个非常有气质的明星走红毯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就这些内容最狠毒的地方我想讲的不是这些内容哈，我想讲的是这些内容最狠毒的地方是哪里？就是他全篇没有一个字在骂你，也没有骂你一句话，更没有说你穷，但是每一秒都是在用那种武装到牙齿的那种的虚假的包装，全都武装起来了，来压碎你自己的自尊心。本来一个产妇她身体有这么多的变样，她就自己心里很不舒服了，结果看到这儿，我靠，那对吧？一个普通的女人每天看到这些东西，我感觉大概率都会躲在被窝里去掉眼泪啊！他的心灵遭受不住这种创伤，对吧？他会觉得我自己是不是活得太窝囊了？那为什么别人怀孕都去马尔代夫度假呢？3、4个保姆伺候着，那为什么我怀个孕就跟受刑一样呢？我老公凭什么这么穷？我老公凭什么挣不到钱？我是不是不配？这叫什么？这叫杀人不见血。就很多人他的这个抑郁症就是被这种算法一口一口给喂出来的，本来没什么事儿，对吧？越刷越多，越看越焦虑，然后就成抑郁症了。我记得于浩还就是揭露了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在评论区置顶的那几条呢，往往都是差评的，说坏话的，对吧？好评呢全都被淹没在这种后面是这样的。你别跟我他说你别跟我扯什么这个算法的自动化自动搞的，对吧？别的平台为什么不这样呢？就你这样。这儿他的原话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虚假的账号，很多人因为这些账号都是上当受骗的，其实都是这样的，对吧？于浩的意思其实非常的清楚，就是哪怕这个内容不是平台发的，但是这件事发生在你平台身上，你就不要想逃避这个责任。就你可能觉得就是我说到这儿就是有的朋友就可能会觉得人家是命好，对吧？人家就是有钱，人家怀孕有的女孩会想人家怀孕呢，对吧？就是能够兼顾这个怀孕和赚钱，人家就是有这个本事。但是我告诉一个我做自媒体这么多年来就是跟我朋友在聊天的过程中，就是说了一些非常真实的话，就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看到的它确实不一定是真的。那些完美的孕妇、精致的宝妈，就你猜猜有多少是真的呢？70%、80%都是假的，我就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这样讲，都是人设的打造真正能够达到那样的，我感觉都屈指可数吧。怎么现实当中怎么可能存在呢？对不对？大家都以为你是阔太太嘛，根本就不可能，是吧？你以为就是一手挥出来那种婆婆送的大别墅，对吧？有几个神仙婆婆是真正的阔太太呀？对吧？除了电视剧上有，现实生活中有吗？那几乎是没有的，那都是机构花钱请的那种群众的演员昨天还在别的剧组里边演捡破烂的老头，今天换上旗袍就来了一个富婆富公公，对吧？你以为那些产后15天的马甲线都是靠那些辣妈天赋异禀？其实人家早在怀孕前就准备好了这个照片，有的连，对吧？怀孕其实都得掺点假，早就准备好了照片，然后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就是给你好的一面看，都是这样。所以说你羡慕的那个上海的大平层，那是他自己家吗？是吧？那根本就不是，对吧？机构在郊区包了一个烂尾楼改造的，对吧？1楼名媛下午茶，2楼总裁办公室3楼隔成小房间，批量的网红做日记对吧？专门给你做的。就我朋友，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专门做这一行的，我单独跟他聊了聊，他说更荒唐的是什么6个网红排着队，同一个爱马仕 LV 的包包轮流拍，你拍完他拍，他拍完你拍，
展示在你的面前，就是大家都有了，你说荒唐不荒唐？这才是真实的。所以说你每天啊，你一个每天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酸甜苦辣咸为家庭付出的这种老实人，你半夜盖着这个被子去哭，是因为你自己的真实的生活去跟了一个22岁连一个正经女朋友都没有的单身狗编造出来的一个脚本去比，你说你这辈子冤不冤？估计我讲完你都得冤死了吧。所以说没有必要。今天我给你讲的这些话哈，就你各位的女孩一定要记住，就是那些不接地气的精致全都是生意，全都是商业，它并不是人的真实生活。你身边的人才是你的真实生活，你在深夜里边的那些焦虑和自卑，就是这门生意这门商业专门来收割你的代价，就这么简单。只有给你制造了这些才能够收割你的财富，对吧？所以说这帮人费这么大劲，他去造假，他去做人，他图什么？很简单呀，对不对？就是前10秒的感受跟你现在的生活一样，但是别人造出来的假方向比你好10000倍1000倍，然后把你的自尊心打崩溃，然后又让你觉得自己又丑又穷啊，又没有用，老公又是个废物啊，然后呢顺手就把他挂的那个小黄车里边的东西给他购买掉了。这叫做心理围剿啊！其实你看看你的老公，为你的，就是我们每一个男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挣多挣少，都是在拼了命的去努力养够自己这个家庭，养活自己的老婆和孩子。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在拼命努力的活着，没有必要去跟任何人做比较。如果说你跟任何人做比较的话，那完了，你换多少个老公你也对吧？你也不满意。是不是？但是这次就是虽然他这个人于浩这个人哈，咱话说回来，于浩这个人本身的争议是很大的，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经历这次炮轰小红书之后，我就发现风评变了，有很多以前连骂他的人都跑过来支持他。为什么？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我从18年翻到了现在关于这个小红书的历史，就是18年到现在，他的负面消息几乎是没有断过的。这个都是有证可查的哈，我还特意就是考察了一下，我每个都截了图，你可以看一看。就2018年就是泄露用户啊所有的信息就被这个上海监管局罚了是5万，然后2019年涉黄医美的违禁品虚假种草的泛滥，被这个安卓的这个商店下架了2个半月啊，然后呢全年因为这个虚假宣传罚款了62万。2021年网信办有约谈，又是涉黄和未成年人的这个不良的内容。2022年上海文旅局因为未成年人的这个审核的漏洞罚了30万。到了2025年就更离谱了啊，就去年嘛，对吧？网信办约谈说这个热搜里边全是炒作明星隐私的这种垃圾信息啊，央视曝光黑公关的水军，就是几块钱都能做这种好评和差评。就还有这个记者卧底，就是发现这个小红书上忽悠人去打这个水光针，全是没有资质的这种黑产，就是连这个丽江文旅局他都下场去做这件事儿啊，发红头文件把这个小红书啊就是列为高风险的推广的一个名单，让当地的企业谨慎去合作。你看啊，其实小红书它并不是在偶尔的犯错，是长期价值观、算法的审核、商业的变现，它上面反复出现的这种问题。而且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说只针对于这种孕妇宝妈。其实我讲到这儿我就有点害怕，我怕讲着讲着把我自己讲没了。真的有点后怕哈，因为毕竟双拳难敌死，对吧？但是其实我们聊其他的话题啊，就是你环顾一下你的四周，其实所有人我认为都是在他就是都被他围剿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刚毕业的大学生本来就找不到班上，想找个班上，对吧？结果一打开手机，满屏的都是00后裸辞创业，满屏都是半年提保时捷。满屏的都是带你赚钱，他真能赚钱，他带你干嘛呀？你得想清楚这个问题啊，是不是？还满屏就是打开之后满屏给年轻人的建议，给什么年轻人建议啊？你给年轻人建议还不如直接给点钱呢，对吧？你的建议有什么好听的呀？每个人的成功路都不可能被复制的，所以说你做的要是找到你属于自己的成功路，找到你自己的路子，成功不可能被复制，就这么简单，对吧？你说你一个月辛辛苦苦的能够挣个10000把块，你就现在挣个10000把块都觉得自己都羞愧难堪了，想谈个恋爱吧，所有的博主都会告诉你男朋友情人节不给你清空你的购物车就是不爱你，你说这什么逻辑啊，对吧？不送给你几万块钱的包就证明不爱你，
对吧？我都不想讲，是不是？多少本本分分想要过日子的人被这种的毒鸡汤搞到最后就互相攀比，感情破裂。明明很好的感情，谈了个很漂亮的女朋友，结果呢完事之后全都没了，对吧？他们敢把这个世界上只有 0.01% 的极致的生活包装成每一个普通人的标配，对吧？你说你达不到这个标配，你就是有罪的，这叫什么？这叫价值污染。怪不得这个于浩去喷他呢哈。了解完真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是被这么带偏的，是不是？那月入过万的人在全中国也是屈指可数的呀，对不对？有0.0几的啊，你月入10万那就属于人上人了，对不对？现实生活中是每个月的工资也就3-5千啊，对不对？勉强够自己生活，你要了解现实哈。我今天录这条视频呢，没有别的意思，就第一个呢，就是我妹妹前几天在我家看这个东西，我好奇也跟着看了看啊，就想说说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了解，比较好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想拉屏幕面前的各位的你，陷入自我怀疑的你，我拉你一把，我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你的卡里只有几千块钱或者说几万块钱是完全正常的，一点都不寒酸。生孩子疼得满头大汗，没心情化妆，这也是正常的，非常正常。和老公下个月因为房贷吵架红个脸，完全正常。生活就是这样，不吵不生活，这才是真实切的这种的真实的体验生活。你觉得你自己太差，不是因为你真的很差，是算法和剧本精心编造出来的，让你觉得你自己很差。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女孩子别再在你的手机里边仰望那些虚假的繁荣。看完了半天，除了焦虑还能剩下什么呢？多看看你身边的那些满身缺点，对不对？还在每天为这个家里遮风挡雨的另一半，多去看看，只要家人平平安安，没病没痛，对吧？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那一波人啊！如果说你听懂了，你就点个赞，收藏起来，转发给你身边正在这种焦虑的人，放下手机啊，不要做空闺蜜，也可以分享给你闺蜜看看，把你那个app 给它卸载掉，出去透透气。最后我再啰嗦一句啊，就有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你们可能不玩这个玩意儿，但是呢你们孩子肯定是在用的，所以说有必要把你这条视频转发给你的孩子看看，别被这些网络的就是虚假的信息带偏了这个孩子的价值观啊，千万别去这个爱慕虚荣别被人下套，真的。特别是女孩子我这个视频就讲给女孩子听的，别去做那些不正规的医美，没有意义，钱没了是小事，心灵和身体受的创伤才是一辈子的事啊，对吧？每个人出生都是自带的漂亮，气质起来之后比什么都强啊！所以说我们一起打4个字，就是正本清源，希望就是这个平台真的能够把这个问题从源头改掉还我们一个就是干净网络的网络空间吧，你说呢？